你之所以活得如此疲憊，並非命運多舛，而是你太熱衷於替別人修行。你所操心的，實則並非事情本身，而是他人的人生軌跡。人這一輩子，極易誤入歧途，將精力耗費在本不屬於自己的領域。你以為這是關心，實則已然越界。你總是擔憂，倘若自己不說、不提醒、不勸阻，事情便會朝着糟糕的方向發展，他人就會走上歧途，關係也會就此破裂。然而，事實往往背道而馳。你說的越多，對方越覺厭煩；你勸得越勤，彼此關係愈發冷淡。你越是操心，最終越容易招致埋怨。你懷揣着一片好意，換來的卻是冷漠的回應；你滿心的善意，得到的卻是深深的誤解。並非你不夠好，而是你將心力用錯了地方。人心猶如緊閉的門，即便你敲得再響，對門內之人而言，也不過是刺耳的噪音。一個人歷經數十年形成的認知，絕非你寥寥數語就能改變，不是你幾次流淚便能換取，也不是你一次情緒爆發就能撼動。人是難以被叫醒的，唯有撞到南牆才會回頭。即便你提前將牆拆除，他非但不會感激，反而會繼續前行，直至撞上另一面牆。你以為自己在拯救他，實則是在剝奪他自我醒悟的契機。在天道的運行法則中，最忌諱的便是隨意更改因果。因果既定，並非禮物該他承受的，你無法替代。你不讓他經歷苦難，並非慈悲之舉，而是違背自然規律的逆行。逆天行事者，必定先傷到自己。於是你會發覺，自己越是善良，受傷就越深；越是體貼，越容易被忽視。你寧願自己吃虧，也不願虧欠他人分毫。你處處為他人着想，從不算計，從不爭搶。可這個世界並未因此給予你應有的善待，並非世界冷酷無情，而是你將溫暖給予了錯誤的方向。針尖雖小，卻能扎人最痛；舌頭雖無骨，傷人卻最為深刻。一路走來，你秉持仁義，問心無愧。然而，問心無愧並不意味着不會被辜負。你開始感到困惑，繼而懷疑自己，不斷追問自己是不是哪裡做錯了。其實，你唯一的過錯，便是將修行的功夫用在了別人身上。你試圖在他人的人生中證明自己的善良，結果卻將自己困在了痛苦的深淵。你以為付出便能得到珍惜，忍讓就能換來體諒。但人心並非等價交換的物品，而是相互映照的鏡子。你給予的越多，對方越覺得理所當然；你退讓的越遠，對方越覺得你本該如此。這並非人性之惡，而是人性的常態。所以古人早就說過，己管人10分，恨你10分，並非他們忘恩負義，而是你過度干涉，將自己的心與別人的選擇緊緊捆綁，把自己的安寧寄托在別人的覺悟之上。這無疑是最為危險的賭注。倘若你無法看清這一點，這一生都將在替別人操心，替別人難過，替別人承擔後果中度過，唯獨沒有好好為自己而活。你之所以感到痛苦，並非因為別人不理解你，而是你一直深陷於各種關係之中，無法自拔。而真正的修行，並非依賴於關係，而是存在於緣分之中。關係意味着抓取期待，以及對他人你應該如何的預設。緣分則是相遇，是同行一段路，是順其自然，走到哪裡便算哪裡。你痛苦的根源就在於硬生生地將緣分活成了關係。你把同行一程錯誤地當成了必須攜手走完一生，把彼此有過交集誤解為對方必須懂你，所以你才會失望、委屈、不甘。並非人心善變，而是你從一開始就站錯了位置。世間所有折磨人的事物，本質上都逃不過一個直字。
執着於情感，執着於人，甚至執着於一念之善。你總覺得只要自己足夠真誠，足夠美好，足夠能忍，就能換來他人的理解。然而你卻忘了，人心並非賬本，不會按照付出的多少來結算。所以你越是認真，受傷就越深；你越是用力，內心就越失衡。修行真正開始的那一刻，並非你變得更加能忍，而是你終於明白，有些事你無需插手，有些人你不必喚醒。倘若你執着於一念，這一念便會成為束縛你的牢籠。倘若你肯放下，天地自然寬廣。所謂放下，並非冷漠絕情，也不是與人翻臉，而是不再試圖改變他人，不再試圖控制局面，不再試圖證明自己。你不再急於讓別人理解自己，不再急於讓別人走上所謂的正路，不再急於讓世界按照你的理解去運轉。你開始明白，花有花期，樹有年輪，春夏秋冬各有其時。你不能要求一棵樹在結果的時節開花，也不能強求一個人在迷茫的時候瞬間覺醒。若你強行要求，這並非愛，而是一種打擾。所以真正的慈悲並非替人遮擋苦難，而是允許人生存在苦難。你不允許他經歷磨難，實際上是在否定他生命的功課。這並非善舉，而是違背自然、違背秩序、違背天道的行為。修行之人最忌諱的並非冷漠，而是胡亂行動。一旦你亂動因果，必然會遭到反噬。所以你會發現，那些越是愛管事的人，晚年往往越痛苦。這並非報應，而是心力的耗盡。將心力耗費在別人身上，就如同把自己的生命一點點借出去。而真正覺醒的人，開始學會一件事：收心，把散落在別人身上的心一寸一寸地收回來。你不再回應所有的評價，不再解釋所有的誤解，不再修補所有的關係。並非你不在乎，而是你終於明白，有些事情不值得你如此費心。你無法管住別人的嘴，但你可以掌控自己的心。你不回應負面評價，負面的聲音自然會消失。你不接住他人的攻擊，攻擊便會落空。世間很多惡意，依靠的並非力量本身，而是你的回應。一旦你選擇沉默，惡意便無處發力。這並非退讓，而是一種定力。定力從何而來？源於不再將自己置於他人的心中去修行，不再試圖在別人的認可中證明自己的價值。你開始只對一件事負責，那便是自己的起心動念。你開始留意，什麼時候自己又想去干預別人，什麼時候又忍不住操心，什麼時候又不自覺地把手伸了出去，然後慢慢地一次又一次地收回。修行並非宏大的舉動，它往往發生在你想開口卻選擇閉嘴的瞬間，想插手卻及時停下的片刻。這很難，比吃苦還難，比忍痛更難，因為這需要對自我進行克制。但一旦你做到了，你會感受到一種前所未有的輕鬆，並非世界變得更好了，而是你不再被外界的力量隨意拖拽。關係依然存在，人性依舊複雜，是非依舊紛亂，但你的心開始站穩腳跟。你終於明白，修行並非讓世界順從自己，而是讓自己不再被世界牽着走。至此，你應該已經明白，人生真正的重量從來不在外界，不在於別人如何看待你，不在於關係能否長久維繫，也不在於你是否被他人理解，而在於你是否能夠堅守自我。人生本就是一場修行，沒有旁觀者的席位，沒有替考的可能，更沒有捷徑可走。你所遇到的每一件事，無論好壞，都是為你量身定制的。你無法躲避，也無需躲避。你曾經以為苦難是上天的懲罰，犯錯是失敗的象徵，失去是命運的虧欠。然而，隨着人生閱歷的增加，你漸漸發現，它們不過是對你的層層打磨，
磨去你的浮躁，碾碎你的執念，將不屬於你的期待一件一件從你身上卸下。所以你會感到疲憊、痛苦，會在某個夜晚突然陷入沉默。這並非你撐不下去了，而是你正在經歷蛻變，如同蟬的脫殼。人這一生最怕的不是腳步緩慢，而是內心慌亂。一旦心亂了，便會處處糾結。但只要你穩住心神，即便再混亂的局面，也不過是風來隨風，風走不留。你不再急於解釋，不再急於證明，不再急於讓所有人都理解你。你開始允許誤解的存在，接受離散的發生，坦然面對冷淡的對待。並非你看破紅塵，而是你終於明白，有些東西不值得你付出真心。你開始將注意力從外界一點點收回內心，照顧自己的作息，安頓自己的情緒，審視自己的念頭。你開始修心養性，這並非逃避世界，而是不讓自己被世界吞噬。你終於懂得，人生從來沒有絕對的安排，沒有神仙能夠預知未來，沒有誰能100%算準你的命運。上天賦予了你基因、環境和出身，但真正握在你手中的只有你的修行。你的心決定了你人生的寬度，你越是向內探尋，世界便越安靜；你越是懂得放下，命運便越不會束縛你。所以，無論此刻你身處何種境地，遭遇何事，都請記住，別慌，別亂，別急，把腳踩實，把心放穩，只需做好你自己，其餘的時間會給出解釋，命運自會安排。願你從此不再為他人的課題消耗自己的生命，願你先將慈悲還給自己，願你在人來人往中能夠安住於心，願你明白，不打擾他人的因果，便是對世界最深的尊重。而真正的修行，並非驚天動地的壯舉，而是在紛繁複雜之中，你依然能夠保持內心的清明；在無常變幻之中，你依然能夠安然自得；在獨自前行之時，你不再感到恐懼。你知道，路在腳下，心在自己手中。至此，修行開始，亦是修行圓滿。好，今天的內容就分享到這裡，點讚關注逸軒，我們下期見。